地板下的一颗神奇种子在遇水的瞬间就生根发芽，与此同时，整个房间都开始剧烈摇晃，还不时传来诡异的声响。下一秒，一根巨大的藤蔓冲破地板，强大的冲击力直接将两人掀飞。看到藤蔓还在疯狂生长，而公主却被倒下的桌子压住不能动弹。杰克不顾一切的想要冲过去救人，却被突然出现的藤蔓直接顶出屋外，而公主只能无助地看向门口。好在这时一只掉落的木桶恰好撞开了大门，公主拼命起身跑向门口，但疯狂生长的藤蔓却再次将她拦下。房门被死死缠住，不管他如何用力都无法打开。看到公主被困，杰克没有丝毫犹豫，转身拿起斧头再次冲向门口。就在藤蔓裹挟着房屋冲天而起的瞬间，杰克纵身一跃抓住门槛，跟着一起被带离地面。恐高的他忍不住看向身后，却差点被当场吓尿。然而此时藤蔓还在疯狂生长，正以恐怖的速度向上攀升。为了救出公主，杰克用斧头拼命砍向门口的藤蔓。看到藤蔓终于被砍断，公主立刻用力推开大门，想将杰克拉回来，可意外突然发生。好在他及时伸手，杰克才没有掉下去。可还不等两人反应，意外再次发生，杰克直接掉下1米高空。好在下面有足够多的藤蔓作为缓冲，落到地面的杰克也只是幸运的晕了过去。但不幸的是，此时公主已经随着藤蔓的疯狂生长，被裹挟着冲破云层消失不见。等到杰克从昏迷中醒来，一张黄金马脸赫然出现在面前。What were you doing with my daughter's bracelet? 随后便被侍卫抓了起来。原来是寻女心切的国王找了过来，杰克不敢有任何隐瞒，立刻将昨晚发生的一切都如实相告。随着杰克手指的方向，众人也看向了那高耸入云的巨大藤蔓。得知公主被困，国王立刻下令侍卫前往营救，杰克也自愿加入其中，而国王也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可杰克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菜鸟，在攀爬中频繁失误。经过一番长途跋涉，他们总算来到云端之上，却发现爬错了分支。看到杰克犹豫不决，侍卫好心的帮了一脚。好在藤蔓足够多，杰克又侥幸活了下来。众人一直爬到了晚上，磅礴大雨令他们如履薄冰，几名侍卫不小心掉了下去，直接被吊在半空。为了减少负担，长矛竟然直接割断了绳索。等到雨过天晴，众人也成功登顶，这里竟是另一番景象。但悬崖边2颗巨大的骷髅头却平添了几分诡异。虽然已经饿得饥肠辘辘，但为了尽快找到公主，众人开始加快脚步搜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说到这里先暂停一下，如果你想找对象了，就用牵手，不怕提要求，要求越多推荐的人越准。群鲜嫩的小肥羊突然出现在前方，可就在杰克准备抓一只开荤时，却不小心触发了陷阱，两人直接被一张大网包了饺子。就在队长准备营救时，却发现了诡异一幕，一阵巨大的脚步声响起，无数的麻雀纷纷飞走，地上的羊群也惊慌地跑向远处。好在两人脱身成功，侍卫立刻躲到了大树后面，而杰克还来不及寻找掩体，就看到一双大脚正在靠近，于是心一横，直接躺倒在水里。下一刻，杰克就透过水面看到了一个巨大身躯。察觉到树后的动静，男人惊慌躲开。下一刻，100米高的大树被连根拔起，他被吓得亚麻呆住。就这样与巨人对视了2年半，才终于反应过来起身逃跑。可巨人却像是故意戏耍，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。等到男人跑出几十米远，巨人直接几个跨步追上，一巴掌拍了下去。拍晕男人后，巨人蹲下身来仔细打量，像是在确认食物是否可口。随后更是将男人一把抓起。而队长看到这一幕，勇敢地举剑冲了过来，在对方起身的瞬间，将利剑刺入了巨人脚踝，可下一秒却被一脚踢飞。随后巨人直接拎起2人，准备回去做顿美味晚餐。此时水下躲藏的杰克大气都不敢出，害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。好在巨人没有察觉，直接从他身边掠过。逃过一劫的杰克从水中起身，沿着巨人的脚步追了过去。尽管内心非常恐惧，但善良的杰克却不忍心丢下队友独自逃跑。而此时另一边的2人也不好，说话的长毛被巨人一把抓起，随后直接张开大嘴，卷毛立刻被吓得亚麻呆住。殊不知更大的危险即将到来，又一只巨人出现在身后，好奇地盯着眼前的猎物。卷毛慌张地解着背包，似乎里面有能够救命的东西。就在巨人抓过来的一瞬间，一个金色的皇冠被卷毛举过头顶。与此同时，杰克也一路跟踪来到了巨人的老巢，而里面有一只丑陋的双头怪，正提着被关押的公主在同伴面前宣言，而公主也在他口中得知了巨人与皇族之间的恩怨。100年前，僧侣们为了永生，利用魔豆种出参天藤蔓，想造出通往上帝的路。但等他们爬到所谓的天堂之门后，迎接他们的却是凶残无比的巨人。藤蔓连接了天空浮岛，巨人也顺势爬到了地面。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甚至直接将人类当作食物。埃里克国王命令僧侣求助黑魔法，找出控制巨人的方法。于是僧侣们熔炼了巨人的心脏，混入魔法和符咒，成功打造出一顶前所未有的神奇王冠。当埃里克国王戴上王冠，巨人果然纷纷跪地求饶。随后国王命令他们返回天空岛，此后永远不准踏入人间，更是直接将藤蔓砍断，彻底将巨人放逐在天地之间。而留下的几颗神奇魔豆，在埃里克国王死后，也和王冠一起随他永远长眠于地下。直到100年后，魔豆流落在外，参天藤蔓裹挟着公主连通了天空岛，而巨人也将再次前往人间作恶。但在此之前，他们要先吃掉公主。而此时一只巨人也提着队长2人返回，随后直接将他们放到地上。可谁知双头巨人竟直接拿起1人，二话不说就吞了下去。
这个弱不禁风的男人走在吃人的巨人中间，所过之处巨人纷纷下跪，就连双头首领都被逼得连连后退。双头巨人虽然屈辱，但还是听话跪服下来。随后他肆无忌惮地踩着首领头颅，站到了属于对方的位置。公主顿时感觉要得救了，但卷毛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如坠冰窟。听到能前往人间饱餐一顿，巨人们全都兴奋地欢呼起来。而此时杰克也悄悄溜了进来，正好看到一个巨人提着公主两人前往厨房，杰克立刻跟了上去。厨房里，队长被黏糊的面团死死粘住，不管怎么挣扎都摆脱不了。巨人抓起一把面粉撒了下去，随后便开始了更加恶心的操作。此时看到这里的公主只感到一阵反胃，但巨人可不管她的想法，继续用肮脏的双手制作着美味的晚餐。似乎是感受到公主嫌弃的目光，巨人抬头看了一眼，随后便转身继续挑选厨具。可就在这时，公主突然惊喜地发现杰克竟偷偷找了过来。这边巨人在专心地挑选厨具，却没想到有人已经盯上了他的美食。只见杰克偷偷溜到队长身边，掏出小刀就开始切割面皮，却不小心捅到了队长屁股。此时巨人已经选好厨具准备过来，杰克只好把小刀交给队长，快速躲到了一边。可巨人接下来的操作却让队长差点尿了裤子。只见他抓起木棍就插了下去，一根、两根，接下来是第三根。幸好插错了位置，队长总算保住一命。可新的危机又马上来临，巨人端起餐盘直接就往火炉里送。不一会，队长就被烤得满脸通红。杰克见状，急忙爬上绳子，想要跑到高处寻找机会。等他来到刀架上，巨人也刚好过来取刀，但并没有发现杰克，而是自顾自地开始切菜。耍完大刀后，巨人又将目光看向了公主。他将公主放在菜板上，竟要直接痛下杀手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杰克偷偷来到上方，抱着菜刀跳了下去。巨人顿时疼得嗷嗷直叫，胡乱地抓向后背，直到挣扎中撞到了身后墙壁。巨人终于不甘地嘎了过去。此时队长也被公主救了出来，两人都感到不可思议，没想到弱小的杰克竟能干掉可怕的巨人。但眼下并不是寒暄的时候，将小刀还给杰克后，三人逃离了巨人老巢，找了条十分偏僻的小路悄悄溜走。可当他们抵达福岛边缘时，却发现出口已经被巨人堵住，但天无绝人之路，一只小东西恰好出现。聪明的杰克看马蜂飞走的方向，心中顿时有了主意。等到杰克再次归来，手中却多了一个大蜂窝，里面还有无数马蜂盘旋。队长小心翼翼地靠近巨人，稳了稳心神后，伸手慢慢地拉开了头盔。一旁的杰克则轻轻把马蜂窝递了过去。可怜的巨人还在呼呼大睡，丝毫没料到这两个年轻人会不讲武。快速合上头盔后，两人立刻掉头返回，来到石头后面与公主会合。话音刚落，刚刚还在做梦娶媳妇的巨人突然惨叫起身，满头的马蜂令他痛不欲生，脚下一个踉跄便栽倒在地。好在终于摘掉了头盔，巨人刚想松口气，却发现还有一只马蜂来挑衅自己，正想劝他好自为之，却不料被对方虚晃一枪，一个没站稳，直接掉下了万丈悬崖。没想到就这样干掉了巨人，三人不由得愣了愣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而倒霉的巨人经过短暂的自由飞翔之后，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彻底告别了这扯淡的人生。听到动静的国王第一时间赶了过来，当看到古老传说中的可怕巨人竟然是真实存在后，国王神色凝重地看了一眼高耸入云的参天藤蔓，随即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为了不让巨人重返人间，再次造成生灵涂炭，老国王决定砍断藤蔓，彻底毁掉登天之路。可这也意味着女儿将永远留在天空福岛，再也无法回归。而此时位于藤蔓顶端的三人正打算返回地面，但队长却又停下了脚步。他将带回公主的任务交给杰克，自己则留下来夺回王冠，阻止卷毛率领巨人前往人间作恶。看到队长心意已决，杰克也只好带着公主先走。就在两人离开不久，果然有大批巨人浩浩荡荡赶来，准备进攻人类世界。大量巨人护卫着卷毛，队长也只能躲在暗处伺机而动。此时双头巨人明明闻到了人类的气息，却并没有出声提醒，任由卷毛走到队长所在位置。再往下看了一眼后，卷毛正要转身发号施令，却不料此时队长突然冲了上来，一把抱住他，滚入了下方的山洞里。双头巨人轻蔑一笑，随后便让手下去砸开山洞，假装要去救援卷毛。而此时山洞内的卷毛已经身受重伤，挣扎地爬行着大喊救命。但此时巨人们正专心地打砸石壁，根本听不到任何动静。得不到救援的卷毛没一会就见了阎王。当队长爬上来想取回王冠时，山洞却在此时被砸穿。还不等队长赶来，双头巨人已经将尸体抓起。只见他摘下王冠，将卷毛随意丢弃，当着所有巨人的面将王冠戴在自己手上，成为了巨人族的新国王。但双头巨人并没有注意到，此时一个更加凶残的巨人正恶狠狠地盯着他。只有老国王面色凝重，知道一场灾难即将到来。在高耸入云的藤蔓顶端，有着人类无法抵抗的存在。国王不敢耽搁，立刻下令士兵在最短时间将面前的参天藤蔓连根拔起。得到命令的士兵很快就行动起来，他们先将巨大的铁钉砸进藤蔓，接着挂上粗壮的铁链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士兵驱赶着马匹前进。随着力度不断加大，一根根藤蔓拔地而起。但此时灾难已开始发生，越来越多的分支被扯出地面，呼啸着冲向人群。来不及逃跑的士兵被活活砸死。随着主干发生暴力，参天藤蔓也开始向下倾倒，现场顿时
乱作一团。此时身在福岛的队长也发现了情况不对，根本来不及犹豫，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，险之又险地抱住了分支。福岛顶端的双头巨人看到渐行渐远的藤蔓，顿时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。随着倾倒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刚刚爬到一半的杰克抓住枝条抱紧公主一跃而下，在空中旋转一圈后，利用草垛形成的缓冲，有惊无险地到达了地面。而队长也抓住机会松手，跳进了下方的护城河。随后藤蔓彻底倒下。征伐人间的道路被斩断，双头巨人垂头丧气的正要离开，但此时另一个头颅却开始不停叫嚷，似乎有什么重大发现。双头巨人不耐烦地看了过去，顿时被眼前的东西吸引。随后他来到镜前，捡起地上掉落的荷包，打开一看，竟是几颗能遇水生根的魔豆。双头巨人轻轻吹出一口气，几颗普通的豆子从手中飞走，飘落进了前方的小河沟。仅仅只是短暂的泡在水中，但下一刻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，遇水的种子迅速生根，瞬间就钻出了坚硬的土地。巨人们纷纷跳上疯狂生长的藤蔓，等到手下全都出发完毕，身为国王的双头巨人也一跃而下，抓住了不断向下延伸的藤蔓。而此时下方的杰克正准备牵马离开，却猛然看到眼前的水槽竟倒引出几条藤蔓从天而降的场景。意识到不妙的杰克立刻快马加鞭向城堡方向赶去，想要将巨人入侵的消息告知众人，但显然来不及了，藤蔓已经延伸到地面，巨人一族纷纷降临人类世界。等到杰克追上队伍，身后的巨人就已经蜂拥而至，众人赶忙加快速度，只有进入城堡才有机会一战，但普通的马匹根本跑不过巨人，被追上的士兵只有死路一条。很快队伍就剩下寥寥几人，就连国王也被巨人扔出的风车打掉皇冠。此时城堡内队长正严阵以待，他命令士兵在城墙外浇满黑油，随后下令射箭，将黑油全部引燃，形成了一堵天然的火墙。而国王几人也在此时逃回了城堡。虽然杰克还留在外面，但为了全城的安全，队长还是狠心下令升起吊桥。好在即将关闭之前，杰克成功赶了回来，但身后的双头巨人也跟着抓住了吊桥，眼看就要爬上来，队长立刻下令攻击，无数箭雨射了出去。双头巨人再也坚持不住，直接掉进下方火海。掉落的头盔被手下捡起，却不料他只是冷冷看着，任凭双头巨人在下面凄厉惨叫，直到最后消失不见。手下没有任何反应，更是随意的将头盔扔了下去。但所有人都没想到，沉入火海的双头巨人并没有死，而是顺着水底暗流游向了城堡下方。一口巨大的铜钟飞向皇宫，砸烂城墙后依旧去势不减，直直地撞碎了前任国王的雕像。就在众人不明所以时，即将合拢的吊桥上出现了一把锋利的刀钩。凶残的巨人正指挥着手下疯狂地拉扯吊桥，一旦让他们成功，等待人类的将是灭顶之灾。吊桥的另一边，队长与士兵们一起奋力地拽着绳子，与巨人一族展开了拉锯战，甚至就连国王都加入进来，是要与子民共存亡。但所有人都没想到，此时就在后方的皇宫里，一个更加可怕的巨人即将破土而出，坚硬的地板轰然炸裂，紧接着出现一颗巨大的人头铁锤。看到这一幕的杰克和公主立马转身逃走，两人快速跑向出口，想要将这里的情况传递出去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猛然出现，抓走了公主，竟是并未死透的双头巨人。杰克拿起身旁的大刀，一跃而起劈向巨人，不料巨人早有防备，直接将他一把抓住。无法挣脱的杰克只能奋力扔出大刀，劈向其中一个头颅，只可惜却被盔甲挡住。虽然没有伤到自己，但双头巨人依旧怒火中烧，直接要吞掉面前的人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杰克摸向怀中的吊坠，取出了最后一颗魔法种子，在巨人张开大口的同时，直接丢了下去。随着魔法种子进入体内，双头巨人瞬间感到一阵不适，索性直接将两人扔了出去。等到杰克回过头来，双头巨人身上已经长出了藤蔓，并以恐怖的速度往上蔓延。此时皇宫外的战斗也到达尾声，巨人一族破开大门闯了进来。就在队长准备下令拼死一搏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出一声巨响，无数条藤蔓延伸出城堡，没一会就将这座古老建筑拆得支离破碎。就在这时，更加离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巨人们都毫无征兆地丢掉了武器，随后更是不约而同地跪伏在地。等到众人回头望去，果然发现头戴神奇王冠的杰克正从人群中走来。杰克来到巨人面前，命令他们退回天空浮岛，并且砍掉参天藤蔓，彻底斩断下凡之路。而公主也和杰克走到一起，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